哎，大家伙儿早喽！8月22号星期五，马上周末了。今天是我第3个训练日，但是今天打算当一个休息日，出来跑跑走走，咱们聊聊天。昨天晚上的 Go Ultra 视频怎么样？看了吗？我觉得还行，就是虽然是评测节目，但是我觉得我把我想说的都说了。确实讲，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 Go Ultra 拍的，我后边是东边，等于现在我是一个大逆光，还可以哈。转过来看看，哦，晃眼。今天休息了，不是因为评测视频，是我这个右腿这段时间，就上周有点那个，我有点担心，上周右腿、大腿后侧和臀部的肌肉有点紧张。所以这几天就一直在调整。周3跑完强度课没有更严重，就其实周3跑完强度课没事儿了，就今天没感觉了。但是呢，明天是周六有一个集体跑，明天会跟第2组跑差不多4分半或者4分20的配速跑一个15公里。之后呢，下周3是321，下周3的321我就只跑一个3，这样下周3跑完就直接去悉尼马拉松了。这是目前的安排。所以今天就调整一天，出来散步，然后能跑几步就跑几步。你们看我这背心怎么样？啊，这不叫背心，这叫坎肩儿，对不对？你们看我这坎肩儿怎么样？对，那种就是竞速背心儿，那个叫背心儿。这种这儿宽一点的呢叫坎肩儿，然后有袖的呢叫 T 恤，对不对？我以前是管所有的这种都叫背心儿，然后有袖的呢叫有袖的背心儿，竞速的呢叫跨栏背心儿。哦，盖新楼呢，看，这是运来了什么？不知道。前面就是新斋桥的商店街了。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 Go Ultra。我昨天看了大家的评论和弹幕，早上也看了，因为正好本来今天是约了观众，但是观众发了消息之前说有点突发情况，所以我就轻松跑。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 Go Ultra 在帽夹上，还是帽子反过来戴，声音设置是智能降风噪强，就不像之前的 Go 3S 的话是立体声、降风噪和人声增强。现在这个是智能降风噪强、智能降风噪弱，然后人声增强和立体声。也就是说，我猜它这个强这一档是比之前强的，实际的表现也是之前大阪城那个蝉鸣声巨大的时候，它有时候这个降风噪就会表现得特别的压制环境音。开成智能降风噪弱，会和以前 Go 3S 录出来的那个降风噪的强度相当，就差不多。然后有小伙伴说，这个形态和重量别在脑门上拍跑步会不会不行了？是这样的，我从第2代的 Go 开始用了 Go 2、Go 3、Go 3S 和这个 Go Ultra。虽然 Go Ultra 是一个新的产品，就是产品系列，但是差不多。我的感受是，如果你别在帽檐上，然后 Go 2就不行，就那个重量。当然你要特慢，比方说你去徒步、走路的越野或者跑得慢，那无所谓。就是我的垂直振幅和垂直振幅比应该是很优秀的，我垂直振幅比可能5%以下，因为我步子小嘛，对吧？也不行，因为帽檐的那个硬度上下晃得太厉害。而且为什么不比帽檐呢？就是帽檐和你的脑门之间是有距离的，等于你上下，比方说我现在这样左右其实好一些，上下这样其实它动的比你真正头动的要多，所以我就建议大家都别在后边。那天我有的会员节目，哇，你们看看这个车，这边车声音都特别大，那都是油车，还有那种好像诚心为了大声的那种摩托车。看看声音表现怎么样？因为现在别在头上，等于麦克风跟我的嘴是朝同一个方向。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就是拍跑步的话，就是也不说一定要吧，就是你喜欢，你看就这样能拍到镜子里的我，对，就这样，看到没？这么戴帽子，这么戴帽子。但是呢，就有小伙伴就说了，那个我的节目说的不对，因为这个帽夹你反过来戴也没事儿，就是我不是说帽夹必须从下往上吗？因为从下往上这个问题还造成我转帽子的时候必须要手扶一下。但是他说不对啊，你这个从上往下也行，然后你把相机转过来就行了。对，他这个1.30这个相机做的特别智能，你转过来，它拍出来的画面你也不需要手动剪辑的时候去翻转，它就是正的。但是这个帽夹和之前那个不一样，它的能调角度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就是你反过来别这帽夹，这帽夹它这个角度是，你看这样是默认的角度，然后呢，它只能向这一个方向，你看这样去调，看到没？只能这样调。然后你反过来别，你把它就是上下颠倒这样别的话，你那个帽夹只能就是你的视角只能越调越高，不能越调越低。越调越高会是什么代价呢？就是现在如果我一格不调是这样的，你们会看到说稍微有点望天，对吧？就视角稍微有点高，然后这是视角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这要调一格。你们看会场之前，就是发布会之前，他拍有一次说35公里还是40公里那大课，他露出了这个帽夹，也是向下调这么一个角度。但是这一代的 Ultra 这个帽夹，我和1.30的小伙伴们提过建议，就是应该要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出额外的配件，因为这个帽夹你调了一个角度以后，如果我正常跑，就是身体前倾，头稍微有一点点向下的话，视角呢又比 Go 3S 稍微低了一点点，这是我刚开始拍那几天发现的。但是呢，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可能感觉不到那种低，就低了一点点，差不多就是这样。你看，所以呢，我现在跑步的时候就拍摄的时候会故意的把头摆正一点。你们也看到会长那个节目，他的跑步的姿态，也可能是因为我跑步的时候比较容易看，本来就比较容易看地，所以呢，你看这样的时候，这个俯仰角度是合适的，所以必须从下往上比。期待他们将来能出另外形态的帽夹。而且这次它这个帽夹，我也感受到它是纯磁吸的，不像以前那有一圈卡扣，这样也可能是为了重量的考虑。但是从下往上加也是安全的。你们看到我最近差不多一个月，所有的强度课都是Go Ultra拍的，最快的就是12个400，跑到2分50多的配速。最慢的是那个6公里的阈值，然后时间最长的就是那天周末的那个20公里。然后这东西还特结实，这现在没法给大家展示，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两个，那天拍那20公里的时候，起跑的时候有一个摔得特厉害，就我尝试携带它，后来我现在就放兜里了，因为那天没穿那个袋鼠裤。没穿袋鼠裤怎么弄呢？我就往那个侧兜里放了一个那磁吸那个挂绳给吸上了。但是起跑的时候一着急手兜了一下。磁铁有一个特质，就是它这个和距离平方甚至比平方还多成正比，应该是距离平方比。你稍微离开一点力量就弱，它就是雪崩效应，所以就掉了。你看你手摆臂起跑摆臂那一下给兜出去了，然后直接就往前飞出去，在大阪城那个柏油路那地下滚了5、6米，我当时血都凉了。然后我过去一看，哇，只有那个镜头保护的那一圈，就那最外层那个镜头，那不能叫 UV 镜，反正就是那镜头盖吧，外圈有肉眼可见的磕碰，
然后机身上呢有一点点，但是机身上那一点点几乎不可见，就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你看不出来。它那塑料特别硬，但是不是这一代才变这么硬的。Go 3S 的时候就这样。Go 3S 有一次我也给摔了一下，然后摔了一下呢，它有一个小坑，然后那个坑呢，那边缘我就先摸着能摸出来，我想给它弄掉，我拿那个壁纸刀，拿着壁纸刀使劲跟那儿抠，也抠不动。后来是拿那种特硬的指甲刀，才把那个尖儿给抠动。前面兄弟跑得好快呀！他那塑料特别硬，所以摔一下什么的一点问题没有。这是我这其实是我没想到，因为我用东西特别的省，就是我很少这些电子产品摔，我手机几乎没摔过，所以我没有太多的体验。那画质这事儿呢，这么跟大家说啊，过2天会出一个烈风3的节目，当时没有定好档期的时候，怕在Ultra 之前发布，所以那天用了 Go 3S 拍，好像是8月15号，就是我跑那个400米、800米、1200、800、400两组那天的第一视角画面都是 Go Ultra 不是抱歉，什么 Go Ultra 都是 Go 3S 拍的，然后一对比就会有比较，这也不能说大到不能说，然后一对比确实是能看出来的，尤其是你看这么拍我的脸，Go 3S 的时候那个传感器拍我的脸也能拍得很清楚，这么近有光线条件下，你如果不对比的看是挺好的，但是对比的看的话会有涂抹感，对，这个 Ultra 就会更细节更多一些。至于暗光表现呢，我实测就是你只要开了夜景模式拍，那天我们去梅田那个之前某书上老刷到的那个就美食中心，那里特昏暗，那里其实就跟那种夜场酒吧那种昏暗程度是一样的，只有桌上有那种定点的暖光。就节目里有一段我说室内暗光那块就是那么拍的，就是普通的夜景模式，你只要开了夜景模式就会大幅改善，就画面很干净。但是它的干净的就和 X5 是一样的，它套算法去让它更干净，但是呢细节呢会略微有一点点的涂抹感和白天比。但是这种相机别说这么小的这种口袋相机，你就算是运动相机能拍成这样，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我唯一没有尝试的是夜晚的跑步，因为现在天亮的太早了，就还没到那个出门天还黑的时候，但是应该是挺不错的。现在还不确定的就是在夜景模式下它的因为它肯定是调用了它的芯片的算力，那夜景模式的拍摄肯定是要比普通模式的拍摄要更加消耗算力，更加消耗算力，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电和更多的热，对不对？你看我每次那个结尾就是吸在这儿，就吸在这儿，这样一吸，这个帽夹就是这样的，你看，就是它只能这样调俯仰角度，所以我要反过来别呢，那就只能越来看得越高，它本来就稍微有点高。所以现在我的拍摄就是我尽量的是这样，因为这样以后就像刚才我说稍微有点低，所以我呢尽量把帽子这样戴，然后呢头大概是这样就会不错。小伙伴问这存储卡要买多大的，我觉得您就是你拍完以后就做完以后就清的话，或者就备份的话，其实64个G 就够，真心话64个G 就够。这个码率还是百兆，就是你开到最高的码率就是100 Mbps， 差不多是这样，和 Go 3S 的文件大小应该差不多。但是这个因为是存储卡就特别好，它直接就我的那个 Mac Studio 介绍那个小卡变大卡的卡套放进去，它那个读卡器的传输速度是巨快的，是巨快的。所以你的卡如果足够快的话，你这个数据处理、数据导出就会特别快，跟原来比方便不少。
而且我觉得它在这么小的相机上做存储卡是有，这不是恭维的话，我觉得是有魄力的，因为它要考虑防水。就是这么一做的话，它的防水的要求难度就变高了，倒不是说它这个成本或者说重量，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次要的。对。另外就是昨天晚上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大阪城夜跑，陪朋友一起把大阪城的路线填满。我看了看大阪城的路线完全填满，差不多就是8公里以内就能解决。我说那路线就是宽的柏油路，小径里这种不算，就是这样。行，这段时间挺开心。我觉得每年这些电子产品发布的季节，那下个月应该又是 iPhone 发布的季节，我都特别开心。我是一个对各种电子产品毫无抵抗力的人，真心话，甭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是干什么的，大家就结合我那个评测节目说的应该是很诚恳的，我现在准备回家吃早饭，然后看看还有哪些自媒体们发了 Go Ultra 的评测，我也学习。我觉得看别人的节目，还有别人的封面这些制作，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进步。好吧，今天跟大家闲聊这么多，调整一天，明天咱们周六又是最后一个训练日，咱们去和大家一起参加平田先生的早训练。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